真的，说实话，我2Toys 现在在国模领域里边，尤其是国模里边的纯原创路线，这个发展真的挺好的，而且现在也算是走向世界了吧。包括其他很多国家都会对这种机械生物的这种感觉啊，尤其可变形的，他们都挺感兴趣的。一开始虽然说是潮玩，但是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创立下来了。我觉得进一步的发展，现在能让一个国模走得越来越好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国模现在各种美型的一个设计水准，它的一个鉴赏的眼光，还有整个的结构设计，再加上产品的制作质量工艺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高的领先水准。国模差什么？差的就是一个好的 IP， 一个被世界认可的 IP。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动漫领域起步是非常早的，在世界范围内起步都很早，只不过我们中间有了一段时间的中空期，而到了如今呢，我们的进步速度其实也是很快的。现在的国模，包括国产的这些动画的素质，包括我们后续看的一些动画电影 CG 了一些，甚至其实现在世界范围内许多的大片，他们的一些 CG 特效啦，包括动画片的一些外包了创作了，这些都是中国厂子代工的。我们现在的技术完全有能力，只是需要一个国产自主的 IP 来让所有的迷友认可。我们自己都对自己的 IP 不自信的话，谁会看得起你呢？是吧？所以我说啊，52其实算是开了一个好头。它现在的猛兽侠系列铺开了那么大的范围啊，包括现在也参加了 BotCon 的展会上面，也融了国模的一个一席之地。它不会像剩下的一些第三方产品，虽然也是原创设计，但是毕竟它还捆绑在变形金刚那个 IP 下，它游离在一个灰色的产业地带。现在的国模在逐步的转型，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一个转型发展，转出来一个自己的 IP， 自己独立的版权的这些东西吧。所以真的也是希望这些 ACG 行业的从业者们啊，继续能创作出更好的原创作品，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实力其实完全的够，只是缺乏一个认同感。来吧，52Toys 新出的这么一款黄蜂的一个重涂配色，哇，这回的应该算是一个蓝风了，非常的漂亮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52猛兽侠式的这种开窗设计，可以看到里边的实物内容。特点的内容和之前的那个黄蜂一样啊，也是这种蜂巢的形式。匣子我们拿上来看一下，这回的匣子也和之前的原色不一样，原色一般都会是这种纯透明的，而这一回呢，很深蓝色的一种感觉，很神秘的一个配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盒子的上边还印着黄蜂的这颗头。开匣，哎，相当好看的一个匣子啊！外边这里还有那个黄蜂的虫翼，在这里用透明件的展示。这边是虫腿、风针，它其实是一个菱形的变形设计，而且机械感十足。我们直接开始来变个形。变形的第一步，首先拆翅膀，注意这里有许多暗扣的结构，这里有一个小扣子，然后在这里边有一个小扣子。中间这里咬合的地方拆松，完全的拆松，然后上方这里的盖子这儿还有一个小锁扣，旋转翻折把这个地方固定上，两边要同时的拆开，然后我们把这一节旋转180挪上去。好，这两个大翅膀就这样展开了，而且这个透明件制作的水准相当的高啊，通透感十足，料子的属性也很好，不会轻易的出现什么白痕断裂。包括我们从这里边看到了蓝风的这个眼睛吧，复眼的刻画很漂亮。接着继续，咱们把这两个透明的装饰零件再翻个180度，扣在这一面，然后风针旋转180，也是腾开空间。接着从上下这个地方分开中间的缝隙，
然后这里进行一个拉伸，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，把它抬起来。上方这里的小三角盖子抠开，里边有个卡扣来着。再翻转，整个的打出来 ，Z 字折叠，尾巴尖儿这样先立出来。好的，有一个扣子在固定着，变形的时候把这里拆开，打松掉，腿完全的拉出来，把这个双关节转一下，挪到下方，中间这里都有一些插合的扣子，记得不要绊倒。好。旋转身体180度，转到这个方向来。注意，它这个身体是单方向的啊，你不能来回的转360，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个锁点，防呆的。头我们拧到正确的位置来，立起来小须子。这个时候后边的盖子盖上，密合好。腹部这里打开旋转个180度。然后双段的关节，把这个风的尾部这里完全的变好，这里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曲线造型，很漂亮。然后抠开这些重腿，旋转180度。最后的一对足记得要拉长，这里边有个滑道，拉到底会卡住点。好，把它拉长，翅膀。超级漂亮，非常仿生的一个机械风变形完成就是这样了。其实变形还是非常非常好玩的，而且身上的这个蓝色的件儿啊特别的漂亮，再加上身上黄色透明件的一个处理，也是让整体的一个美型度提升的非常非常高的。身上的有一些荧光的涂装，用肉眼看的话，像这些须子顶了，包括身上的一些涂装刻画，都能感觉到荧光的那种效果，非常的 nice。而且这只风跟这样看起来进攻性就非常的强了。确实啊，如果说联名一下，做一个绿色，涂一个 BW 的黄蜂勇士配色，应该也会非常的好看吧。头部、口气、复眼、触须，身体小小的，腰部很纤瘦，包括它的这个肚子、腹部的地方，这里除了造型的刻画之外，还用身上翻折过来的这些片儿啊，把这个正方体差不多的一个样式啊，做的稍微的圆滚滚了一些，非常的像是一个昆虫的那种拟态的样子，都是相当迷人的，相当不错啊。那么的这一款就是这样，非常可爱的一只蜜蜂。